嗨，大家好，大家晚安。等一下啊，我这个要怎么？Hello，Hello，现在先跟大家打一下招呼。我现在又在用我的笔电直播，我现在还不是很熟悉。好，先把背景开出来。OK，Hello，蓝月晚安晚安，各位晚安，中秋节快乐。不对，我这边是晚安，我这边是晚上9点，你们那边应该是中午12点。Hello，空都午安，好久不见，大家都好久不见。Tony 你好，OK，好，首先先分享一下最近的情况。我最近工作还是比较繁忙。那我现在的话就是他们大家知道我在 Luma 工作嘛他们就邀请我到他们的公司总部参观。对，之前我都是在台湾日本那边工作，都没有参观过他们的本部。那这一次就是召集，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国外工作的同事，然后这一次就召集了一些人，一起来参观总部这样子。他们当然也有美国本地的人在这边工作，所以这一次办公室里就突然多了很多人，就非常热闹。Hello， 钱毅你好 ，Hello， 对。那我们公司是在这个湾区的地方，看一下哦，这边应该可以告诉大家吧，也不是什么秘密。反正我们就是在这个 Palo Alto 这边，我缩小一下，这边是美国西部加州的地方。那我搭飞机是搭到这个旧金山，然后旧金山之后再往下坐火车、坐计程车都可以。然后我们的公司是在这个 Palo Alto 这个城市里面，然后我们离这个史丹佛大学很近，它就在我们的公司附近这样子。然后我第一天来的时候，我们老板有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但因为就太大了，我们只有逛一下，然后就出来了这样子。Hello，CK Tag 你好，你忘 Uman 你好。我现在远端，对啊，我去年12月开始工作，那时候开始一直都远端，然后这一次到今年9月才有机会到美国来参观这样子。OK， 然后这一次的话只来2周啦，因为还是会比较想家，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来2周就好，那以后再看看是不是真的要搬到这边来工作，之后再说吧。对，那我这一次来的感想我觉得这边天气真的很好他们这边好像据说一年4季都是晴天，那一种放晴但又不会很热。像台湾的话，你到夏天30几度，那出去都会流汗那一种。但在这边的话，即使是夏天，也是差不多20度左右的温度。然后我这一次来9月多，已经接近秋天、冬天了，但是还是很舒适，10几度这样子。那我以前在欧洲的话，差不多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开始穿长袖，但我在这边我们同事也都还是穿短袖，这里的气温真的很舒适，然后也据说也都不会下雨。你是在美国工作的哦，好奇如果在台湾的话，这样税是扣美国的还是台湾的？我的现在工作形态比较，反正他们是外包给一个叫 Remote 的公司，Remote 这一家，这个应该不能给你们看，反正外包给一家叫做 Remote 的公司，那这家公司应该负责那个员工在当地，他在当地会开一家公司，然后他负责付那个薪水给你这样子。对，所以我实际上所属的公司是这个 Remote， 对，就有点像是外包的这个感觉，所以是台湾的 Remote 付给我薪水，所以我等于是在台湾工作，所以付的是台湾的税这样子。SF 一直都蛮冷的哦，可能应该是靠近北边就会比较冷了。
那我在这个 Palo Alto 这边就很舒适。对，然后这边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啦，就是因为我们在在日本东京啊、台北生活，都觉得就是非常的城市化，就是到处走你都可以看到那种高楼大厦，然后商场到处都可以逛街这种。但在美国好像就完全不同的感觉。我住的地方就是非常有很多大自然，就是周边都是公园啊、森林这种，所以就是你可以怎么说，就呼吸到的空气也比较新鲜，然后生活起来感觉也就步调比较缓慢，因为你出去就没有什么人，你可以就是以自己的步调轻松这样，就是散步之类的。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对，所以我算是蛮喜欢这个地方的。OK， 然后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我们这一次来，他老板对我们很好，我们去就是上个周末我们去那个海边就是游玩。我们公司在这里嘛，然后因为美国很大，所以你就是不管去哪里都要开车啊。我还是不会开车，所以就他们其他人载我，然后我们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在这里看在哪里啊？我们跑到这个 Santa Cruz 这个地方，就从这里，然后开车到这里，然后就去海边那边，就是看海啊，然后去划船，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体验。对，然后我的同事们他们也都是很喜欢户外活动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活在美国的关系，就是他们周末都会去那个登山啊，或者是去露营。这种我们在台湾就很难想象有人的兴趣是这种。在台湾，大部分朋友的兴趣都是逛街啊，然后要么就是在家看动画，很少就听到有人很喜欢去登山，然后游泳、潜水这种户外活动。美国除了户外活动就对啊，我就是看了一下，就是附近都没有什么商场，啊有的话也是很小，就是那一种一间一间店的，你没有那一种很大很大的商场。因为在台湾的话，就是那种很高的百货公司啊，你可以从1楼逛到10楼之类的，你就可以一个下午都在那个商场里面。啊，这边就我在的这个地方就完全没有这种东西，你就假日你就是要跑到就是山上啊、海边才会比较好玩。对，这边也算是一个蛮巨大的差异点，这样子。附近可以哦，德家你好。可以去那个 Westfield， 不过我这次来的时间没有太长，所以没有办法去到太多地方。而且我们周一到周五还是要工作，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做，所以也没有办法，就是周一到周五出去。我们就上个周末出去了一下而已。那这要怎么放大？你说的，我看一下哦。Hello， 未来，好久不见。一下Westfield， 哦，在这里也没有很远。等一下，有人知道手机怎么样看那个吗？看留言吗？因为我现在是电脑直播，但我现在是开2个视窗，我一个是看留言。但我希望可以用手机看。有人知道手机怎么看直播的留言吗？我现在手机放在旁边，但我只能看到我自己。有人说昨天 Meta 推出一连串服务，很紧急要……哦，我最近没有看到 Meta 推出什么他们推出了什么东西吗？可以跟我分享一下。Hello Cornu， 你好。还是我在这里查一下好了。那我先查一下 YouTube 手机。哎呦，现在还是很不习惯 Mac。看直播留言。
手机看直播。等一下，还是我把它转过来就有？有没有？还是要用 APP 啊？但我不想下载，算了，我就这样子打开来看好了。主要是也是跟一些 image generation 跟 LLM， 然后跟 Messenger 整合。明年会推出拉玛3，还有对我在这里上班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就是我的同事们，他们就是我们午餐都会一起吃，然后他们就会一直在讲说，就有谁谁谁做了什么什么事，就是话题都也不是全部啦，但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包围在那个他们之前的同学啊、同事啊，然后现在都在湾区工作，然后在什么什么公司又开了什么新创之类，然后在做什么这样子。我们午休都在讨论这些，那我就是很少有听过的名字，对我来说都很新奇。可以理解大家都会聊这个，而我就是在旁边笑笑这样子。但他们人还蛮好的，他们都会就是试着把大家拉到话题里面，因为我们人蛮少的啦，就这一次来就是加上来的人也才10个左右，因为大部分还是都是远端工作，所以10个人左右聊天就大家都蛮有参与感的这样子。OK， 那大概就是这一次来美国的主要的感想。我是觉得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就之前来也是，因为我以前也没来过美国，就可能会害怕说会不会很危险之类的。但这一次来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周遭其实都没有什么人，就是你自己在路上走，旁边也没有人。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害怕，但我是觉得没有人的话，反而比较没有危险这样子。对 ，OK，Berkeley 那边应该危险很多。对，这个 Stanford 上面这边是在哪里啊？在这个地方吗？但我记得离得很近，但我忘记在哪了。Berkeley， 哦，在这里，伯克莱大学，就是离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就很近。Palo Alto， 史丹佛在这里，这样子。我们的那个 Alex 啊、Matt 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这样。Hello， 你好 ，Eddie。哦，对啊，就是虽然我们这次来跟他们工作，但我感觉他们工作也是，就是跟正常人差不多。虽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做，但是就是也是都在那边打 code 啊，然后偶尔聊一下天这样子。对，感觉他们就是跟大家一样，也不会说哇天才这样子的感觉，就是都很平易近人啦。对，然后你会觉得4年在日本工作浪费时间吗？要看吧，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什么都不会啊。我刚毕业的话，也是只有文凭啊。我机器学习，我也是一窍不通。说实在的，我只有上课学到的知识，没有实作的那个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样，对这样子我来说，在日本工作4年，我觉得还学到蛮多的。当然，如果你是比如说在美国这种超级好的大学毕业，但那你直接在这边工作，我就觉得会对你比较好吧。就是要看你觉得自己的程度在哪边，因为我是觉得我的程度当时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觉得一步一脚印，慢慢这样子打上去，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而且我觉得在那里真的学到蛮多的，可能也是因为我的上司很好的关系，对，所以我不会觉得是浪费时间。反而觉得有那4年才有现在我可以在这里工作的这个机会，这样。OK， 好，闲聊的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吧。大家如果等一下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发问。
我可能看到的时间会比较晚，因为我直播的时候看不到留言。我现在是把它打开来看。OK， 那今天要讲的是这个高纤 splatting， 大家看我的那个图片就知道，那个封面的图就知道，它是一个最新的这个，不能说是 Nerf， 我觉得它跟 Nerf 就是那个定义不一样啦，但反正就是一种就是3D 重建的技术。那这边的话，就先打开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写的蛮好的一个那个 viewer 实际的一个演示给大家看。比如说，我打开这个1930 Ford 的这台汽车，这样子。OK， 先让它读取一会儿。OK， 那读取完了，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重建出来的场景。那知道 Nerf 的人就知道，这个场景你是可以自由移动的。然后移动完之后呢，就是你可以以任意的视角去看这一台车。比如说，你可以从上面看，从侧边看之类的。那这个效果都是蛮好的，而且这个技术最大的一个优点在于说，它运行的速度很快。对，那在原本的论文当中，它是用了一个很好的 GPU。那在很好的 GPU 上面可以运行到100多 FPS， 就是人眼都跟不上的速度。然后，即使是在这种比较低阶一点的硬体上面，比如说我现在使用的是苹果的电脑，那只有一个内建的 GPU， 当然没有 NVIDIA 那么好，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硬体上面，也可以运行的很快，这样，这是这个技术最大的优点。那当然不只是运行速度快，它的这个重建的效果，就是在我的感觉当中呢，也是比 Nerf 好上蛮多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些比较细部的这个纹理的部分，它都可以很好的重建出来。那比如说这个轮胎上面的这个一条一条的这个痕迹，也是可以很好的重现出来。那在 Nerf 的话，通常我们就会得到的是比较模糊的一个重建效果。那在这个技术当中呢，它是把这些细部的纹理都可以重建的很好。OK，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主要啦会来讲这个程式它的这个程式码。对，论文的话，不知道论文有没有贴给大家看，贴连结了。这一次在这里贴一个连结吧。反正这是一个，这是 INRIA， 不知道英文怎么念。然后反正是一个法国的一个研究机构，然后他们里面的人开发出来的一个技术。那个不见了。贴给大家看。那就很麻烦，要点进来。Hello， 现在看一下那个留言。Robin，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有个问题，这个高斯重建室内场景为啥这么差？我觉得吧，也不是说它重建室内就一定非常差。就是，我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技术只是刚起步的一个技术，所以他们只是把最原始的一个结果，就是最直观的一个结果提供给大家看。那我相信这个技术现在大家都觉得它很厉害，之后就会有很多研究者开始研究。那可能也会像 Nerf 的那时候一样，大家就提出很多不同的那个改进方法，让这个技术越来越好。那如果现在回答你的问题的话，重建室内场景，这个我们在 Luma 就是研究的时候也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啦。就是我是觉得室内场景最大的一个问题点就在于说，你有很多墙壁，那墙壁、天花板这些，那都是白色的。那你如果都是白色的，像这种没有纹理的话，首先那个 SFM 就是那个未知的这个计算会很容易出错。那即使成功了，那对于这些没有纹理的地方，你也很难只从图片当中可以推算出它的距离是多少，也就是它的那个 geometry
你是没有办法直接从图片当中取得的，所以它重建出来的效果就会是非常的怎么说，就是凹凸不平吧。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一些，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例子。其实，在墙壁的那些地方，你就会发觉它们就是雾雾的，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实际知道它的距离是多少，所以它就重建一团雾在那里。我是觉得这个是Gaussian splatting 啊，或者是 NeRF 这种单靠图片来重建 3D 场景它的一个问题。比如这个例子，你是说跟这个例子吗？你是说这个吗？这个我倒没有看出什么太大的问题耶。还是你有什么例子可以贴在这个留言区 ？Room 那个，好，我等一下看一下。我先回答一下哦。思怡，你好，我不知道中文怎么念。Just follow your channel. I haven't catch up with all the contents. Okay. Yeah, thank you for coming. One question: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using DR for single shot? 我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东西。我现在都很少看论文，那个工作都做不完了。DR 就是我们公司那个其他人会分享他们看到的最新论文啦，那我就有兴趣的看一下，但也不会就是太深入的去看，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太多的那种 breakthrough， 就是哇突然进展很多的话，我觉得都是一些小小的那个进步而已。这是什么 ？Learning to predict 3D objects。哦，这个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不太有。它好像是一张图片，然后预测3D 的形状，3D 形状跟光照跟 texture 这3个东西。对，我对 single view 没有太多的研究。要看一下你的问题哦。哦，你说就是这篇论文，就是一张图片重建3D。这个我就不太有研究了，不好意思，我研究的都是那种 multi view 的，就是你要有很多张图片，也不是 few view 啊，就是要真的 multi view， 可能要10几张那一种。对，其他的我都不太有研究。Differential renderer， 不好意思，这个不太行。好，我看一下 Robin 说的那个 room 的场景。哦，对啦，我记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这个电视的地方。对，对，然后这边的话，貌似墙壁也有很大的问题。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部分，就是因为墙壁就是没有纹理，所以你不知道它实际的深度在哪里，所以你重建出来就是会有一团雾在这里。这是我的推论啦，因为之前研究 NeRF 的时候，也是很多论文，就是很多开源的这些程式，他们重建出来也都是像这样子，就是当你从旁边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差。那当然，在 NeRF 看的时候又更差了，因为 NeRF 还有那个什么 view dependency， 就是如果你在这边看的话，这个墙壁是白色的，然后当你从这种比较垂直的角度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墙壁变得黑色的，那是因为 view dependency 它没有学到在不同角度之下这个墙壁的颜色，所以你就看起来非常差。对，然后除了那个墙壁之外啊，这种 reflective 的这个表面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啦。比如说这个电视的荧幕，它是实际上是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它会有不同的反射光。但 NeRF 的重建也是，那现在看起来这个Gaussian的重建也是，就是它实际上还是用一个 hallucinate 的方式，就是它重建出来的这个几何并不是真正的，就是它并不是重建一个表面在这里，它是把这个地方以一个凹洞的地方重建出来，然后在这个凹洞的深处去给它重建一个光芒，所以就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光芒随着你的移动而移动，但实际上是这个光芒就是被重建在这个电视机的里面，然后你如果从旁边看的话，会发现这个电视机有一个洞。对，所以这个问题的话，目前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OK， 对，就是也有很多 Robin 说要一些 depth 信息，现在也有很多就是会用到 depth 啊 normal 进行训练的方法，比如说在 SDF Studio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提供的方法了啦。哇，这个 load 起来应该很慢。比如说他们最新的那个 Neuralangelo 啊，或者是这种 Mono SDF、Mono News、Mono News， 这些应该都是有用 Depth Normal， 要不然他们看起来效果并不会这么好。OK， 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I'm looking for a single shot. Oh, thanks for answering. Yeah, I have no experience. Sorry about that. I've always been working on multi-view. 我发现 Gaussian splatting 如果 input 是有不同 camera 照的有光的 variation 的话，对啊，这个没办法，这因为就是他们口头里你好，直播会保留都会，我的直播都会保留的，所以应该是直播1个小时之后，它就会出现在我的频道上面。所以如果有事的话，就先去忙吧，拜拜。OK， 对，回答通你的问题就是说，不同的光线有 variation， 对，这个就是它目前的一个方法的一个限制吧，因为它只可以 model 那个 view dependency， 用那个 spherical harmonics 嘛，那它没有像 Nerve in the Wild 的一样，就是有那个 appearance vector， 它现在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如果你的那个比如说 exposure 改变了，就是说你从一个地方看是很亮的，那从另外一个地方看是很暗的话呢，那它现在解决的方法呢，就是在你的照相机前面，就是在那个看起来比较暗的那一张照片前面呢，放置一个黑黑的高线，让它看起来是黑的。看一下这边有没有那个例子？看起来有那个 exposure change 的，我不知道这个看一下，我没有全部看过，所以现在就随便点一个看看。对，因为没有那个 appearance， 所以如果你其中一个地方看得很暗的话，它就会在那前面就放一个很黑的高线，让它看起来那张照片看起来比较黑。这边有一点那个效果吧，可能这边有一点那个效果，就是比如说你在这边看的话，这个建筑物是亮的，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照的时候，那个建筑物是暗的话，它就会像这样子，在你移动到这里的时候，你眼前会突然出现就是一个半透明的黑色的高线，把它挡住，让它看起来比较黑。那这是现在这个它重建的一个效果。所以如果你在摄影的时候有很多那种光照的改变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很多 floater， 就是我们在 Nerve 里面讲那些 floater。当然现在这个出现的原因应该是不一样的啦。这边的话应该就是有那个 exposure change， 它就会重建一些高显的 floater， 来试着把那些光照的影响给重建出来，或者是比如说有那个 lens flare， 就是你在拍照的时候，如果你对着太阳拍的时候，有时候会看你的那个照片上面有很强的一道亮光，那个东西它也是会用一个高显的 floater 来把它重建出来，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问题以后都可以，就是会有人把它研究出来。要么就是直接套用 Nerve 当中得到的知识，要么就是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我觉得很快就会有就是新的论文来解决这些问题了。对啊，对 ，Nerve in the Wild 的 appearance， 我觉得应该就是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方法。我自己也是还没有尝试过啦。Robin 说有用过太极的 API 吗？我有看到他们的实作，但我没有尝试过，因为我们不是用太极，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用太极，但我们不是用太极。Does Gaussian splatting generate point clouds or mesh？ 就目前的话，它的内部的表现就是一个 point cloud， 它就是你可以。当然，高显不完全是 point cloud 啦，
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就是你把它的中心点，那个高显的中心点取出来，就是一个 point，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point cloud。但这个精确度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硬要做的话，应该是可以做出来的，就是直接把那个中心点取出来当做 point cloud。那 mesh 的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之前 Nerf 的话，大部分是用那个 Marching Cube 嘛。那在高显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于每一个点都取得它的 density， 所以目前看来的话，取出 mesh 的方法并不是那么的直观。他们似乎是想取代库达，这我就不知道了。OK， 好，大家对于这个技术蛮有兴趣的，因为我也是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看过了啦。但因为当时我们也觉得可能只是一篇就是小小的论文，当然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效果很好了，但我们还没有对它就是太过关心。但是最近的话，就是看到大家都在就是做各种不同的尝试。那当这个论文这个 code 出来之后，就是首先很多人就在他们的这个电脑上安装，然后执行，然后给我们看很漂亮的重建结果。然后在这之后呢，又有各种不同的人，就是把这个东西套用到各种不同的硬体啊、软体上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Web Viewer，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浏览器当中直接看到这个Gaussian Splatting 的结果，你不用去安装它的任何东西，你就打开就可以看。那也有人把它就是套用到 Unreal Engine 里面来，那也有人把它套用到 Unity 里面。但我知道 Unity 最近有一些麻烦，但就是有很多这种不同的套用，我就觉得就是那些人都很厉害，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这个努力，然后让这个技术被更多人所就是发现这样子。我现在的推特就是基本上都是充斥着这个东西，要么就是这些 AI guy， 就是在分享 AI 技术的那些人，他们会分享就是最近又看到谁实做了什么东西，就是关于这个高线 splatting 的。那或者又看到一些就是艺术家或者摄影师啦，说摄影师比较准确一点，他们就是分享他们拍完照之后重现出来的场景这样子。我现在的推特就充斥着这些。Hello CB Bird， 你好，好久不见。这不是用 Nerf 做的，这是一个叫 Gaussian Splatting 的方法。我觉得它跟 Nerf 的定义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 Nerf 是这个嘛 ，Neural Radiance Fields。对，所以定义上是一个 field， 也就是说，我就不要讲太详细了啦。但 field 的定义就是每一个点你都可以取得它的一个值，不管是 density 还是颜色。但是这个Gaussian Splatting 就不太一样。当然你也可以啦，但是你就要对每一个高线都做 evaluation。Gaussian Splatting 比较像是一个离散化的一个东西。有没有？Tony 说可以 generate depth， 可以啊，就是跟 render color 一样吧，就是他们现在是把每个高线重叠在一起之后计算出颜色。那你也可以就是把这个颜色的计算改成深度的计算，这个没有太难，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有做过嘛，反正就是在 NGP 的时候有实作如何就是 render 出这个颜色，也 render 出 depth， 那用的方法是一样，就是 Alpha Composite。比较好的开源 Web Gaussian， 这个我倒是没有全部追耶。我也不知道哪些有开源，哪些没有。但你要看它的 code 应该也很简单吧？我是不知道怎么做啦。但因为这个都是用 WebGL 写出来的，所以你就可以在某些地方取得它的 shader， 你就可以知道它是怎么画出来的。EPF 的那个卡的不行。OK，
好，对，那我们今天是来讲这个 code 的部分。我现在打开一下程式，不是程式，论文好了。那可能会需要参考一下论文的。OK， 好吧，那还是一样，先简单讲一下这个，在讲那个 code 之前，先简单讲一下它的这个思想，就是它是怎么把高显跟 rendering 做一个结合的。那首先我们就是一样，我们就想象这里有一张图片，反正就一张照相机，然后它有固定的这个焦距啊，然后长宽这些属性。然后现在没有手写板，所以我是用我的食指在画画，所以画的有点歪，请大家见谅。然后呢，在这个场景当中呢，这是一个2D 的图片，但我现在画的这些高显它们是3D 的。那在3D 当中会有一些高斯的这个分布，大家对于高斯分布可能就会想象成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画的有点歪。反正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分布，然后你把这个东西想象成它有3个维度，我现在画的是1个维度，那你把它想象成有3个维度，那在3维当中，你就会发现它长得就像是一个椭球一样。那我现在画的这个椭球，它的边界就是大概3个标准差的一个半径这样子。OK， 那在空间中呢，你会有很多个这样子的高斯的高斯的分布啦，我把它用细一点 ，OK。那这些东西它是怎么样把它变成一张图片的呢？那想法很简单，就是它把这些3D 的高斯分布给投影到这个图片当中，然后投影到图片当中之后，再用那个 Alpha Composite， 就是假设这里有2个高斯分布重叠在一起，那它就是做一个加权平均的方法，得到这边的最终的颜色这样子。OK， 那对啊，最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而已。对，你就可以想象成很多个3D 的球，然后你把它全部投影到这个一个平面上，然后有重叠的部分，你就把它加权平均。对，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OK， 那接下来的话就来讲他们这个程式实作的部分。我觉得这个程式实作的部分，我自己是学到蛮多酷打的一个技巧的。对，首先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投影出来的这个规则是蛮不规律的。比如说这边有3个高斯嘛，那可能这个像素就完全没有任何一个高斯碰到它。那这边的话有2个，那这边的话有2个，那这边的话有1个，所以它是每一个像素它投影到那个像素上的高斯就是的数量不同，所以你没有办法用 PyTorch 很好的把这个东西平行化。因为如果你是用 Python 的 PyTorch， 你是用 PyTorch 去做它的话，你就是一个平行化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要保证说你的每一个像素所做的计算都是相同的。那如果不是相同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把这个东西用 Python 把它实作出来。所以在这个论文的公开的这个程式码当中呢，它是使用酷打。那今天就是以这个机会呢，来向大家就是演示一下实际上的这个论文当中的酷打是怎么运作的。因为我之前也有做酷打的教学，那个算是非常简单的教学。那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如果稍微高级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运用到什么样的技巧，让我们的程式在更加的运行的更快，这样子。所以这个 Gaussian Mixture Model， 如果你要那样想的话，应该也是可以，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那你的，因为它是把它全部都投影到2D 上面来，这样子，然后在2D 上面才进行一个 mixture。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程式。
这边就直接带大家看 code 了，我就不过论文了。主要的想法就是像这样子，把那些高斯都投影到2D 之后，来做一个加权平均的计算。好，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程式里面，这边的话是它的，先告诉他这个怎么到这里来。那这是它的开源的程式，那它是把CUDA放在一个 submodule 里面。那 submodule 里面这个 diff Gaussian rasterization 是它最主要的程式嘛。那点进来之后就可以点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按这个 CUDA rasterizer， 这里面就有它所有的 CUDA 的程式。那它是命名的方式对开发者已经很友好了啦，它就是有一个 forward， 然后有一个 backward。那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这个CUDA 教学，就知道你这个跟 PyTorch 最大的不同。就是你除了前向你要实作之外呢，你反向传播你也要自己去把它算出来，用程式打出来才可以。所以我们就是要实作这2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是重点就是看这2个程式码当中他们是如何就是实作的，然后有哪些技巧可以让这个程式的速度更加快。OK， 那我们就先看这个前向传播的部分。好，那前向传播的话。当然，它这边也是有很多函数，我现在就带大家看说哪些函数是我们今天会讲到的。好，我先去喝口水，大家稍作休息一下。Hello， 回归。哦，对了，我今天用的这个直播的不是直播软体，就是那个动捕的软体，就是捕捉我脸部还有身体的这个软体，跟之前不一样。我之前都是用那个 VC Face， 反正它是开源的，然后又是 Unity， 然后对，开源 Unity， 然后免费，所以我就一直用它，我也觉得蛮好用。那我现在因为我是用苹果的电脑，所以那个VC Face 没有办法用，它只支持 Windows， 所以我就上网去找有没有其他可以在 Mac 上用的软体，那就找到一个就是一个 Web Base 的吧，就是它跟那个 OS 没有关，因为它是在伺服器上执行的浏览器啦。那这个软体比较好，就是它可以除了那个脸部、头部的这个捕捉之外，它也可以捕捉手，就是也不用什么 Leap Motion。就是它直接用那个照相机就可以对于手部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侦测，像这样子。我自己实测这个精确度应该是还可以啦，虽然我对这个要求也没有太大，但就是效果多一点也比较看起来比较自然。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新的软体进行一个直播，它是需要付费，但也蛮便宜的，就1个月$2而已，很便宜。OK，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程式吧。OK， 那首先的话，对我先讲一下这个步骤好了。对，虽然我们刚才讲的非常简单，就是很多个3D 上的高线，我这边就是注记一下好了，这些东西是3D 的，因为这才算是蛮重要，它不是一开始就是 2D 的，它一开始呢是3D 的，好丑，人家用食指在写字。哇，写的蛮慢的，我还是不要写太多字好了。OK， 这是3D 的高线，然后对我说把它投影。那投影它是在这个步骤里面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呢是决定，我还是要写字看能不能用打字的好了，打字比较快一点。
决定或者说计算投影出来的半径。OK， 第一件事是要计算投影出来的半径，因为我们知道说3D 的这个椭球，它投影到2D 会是一个2D 的椭球，不是椭球，椭圆。但是呢，椭圆的话，就是你要保存这个椭圆的属性会比较困难，因为你如果要保存一个2D 的椭圆的属性的话，那2D 的椭圆会长什么样子呢？这边画一下。如果你投影出来，正常来说是一个2D 的椭圆嘛。那如果你要保存这个2D 的椭圆的话，你就要保存它的中心，然后这个长轴的半径，然后短轴的半径，然后你还要保存它跟这个 X 轴或者是 Y 轴的这个夹角，所以你就要保存的这个保存的数量就会变得很多，保存的数字的数量就会变得很多，所以它在这边的计算，它这个程式在这个投影之后，投影到2D 之后的计算就做了一个简化。虽然投影出来正常来说是一个椭圆，但它简化把它想象成，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圆就好了。所以它做了一个近似的动作，它就是画不圆，它就是把它近似成一个圆。那圆的话很简单，你就只要记录它的中心跟它的半径就好了，你就只要记录3个数字，就是 x、y 跟它的半径就好了。那那个储存的数字就会少很多。那在这一步当中呢，它做了这个简化，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它在这一步当中呢，主要只是为了知道说这个高斯投影出来之后，它会覆盖哪些像素。比如说，如果是椭圆的话，那它覆盖的就是这里面的就是反正就是这个椭圆内部的像素。那如果我把它用一个圆来近似的话，那它可能就是覆盖的地方又更多了，但实际上它可能没有覆盖那些地方。那我们可能计算的量就会多一点，但相对来说，我们储存的数字就会少一点。那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妥协吧，可以这么说，就是 trade off 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第一步呢是计算这个东西，它是计算这个3D 的椭球投影到2D 之后，然后近似的这个圆它的这个半径。那除了半径之外还有很多啦，我就不一一写了，就是它的这个圆心啊等等的。OK， 那这是第一步。那第一步之后，然后第二步，我全部都用这个写好了。这个可以有办法点回去吗？可以。等一下，我把原本的擦掉，还蛮复杂的。哎呦，按不了。一计算投影出来的半径，然后2呢，我们把它 OK， 那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呢，是我们要把投影出来的这个球，不是球，我一直想成3D 的，我们要把投影出来的这个圆呢，所覆盖到的像素都把它计算出来，算它覆盖了哪些像素。OK。那在这个第二步的这个计算呢，它也是做了一些近似。我把这个放大一点。我的右下角会被我挡住，希望不会挡到萤幕。放在上面一点。我先看一下有没有留言。哦，现在没有留言。好。那第二步是计算它覆盖了哪些像素。那在这边呢，它又做了一个近似。我再画一张图好了。OK， 在这边画一张图。
OK， 原本的这个图片是长这样子的嘛？好，那我们现在要计算的是一个圆，它覆盖了哪些像素？哦，我这次画的比较圆，非常好。画大的圆就不行，画小的还可以。OK， 我们现在要计算这个圆覆盖了哪些像素？那它覆盖的像素就是我们所有这个高斯所会 contribute 所会贡献那个颜色的这些像素。OK， 那它计算的方法并不是说直接一个一个像素去比对，说它有没有在这个圆的里面哦。这个计算就太麻烦太慢了。当然你要做还是可以做得到，就是计算每一个像素跟圆心的距离嘛，然后看有没有比半径小。但这样的计算就是太慢了，所以他们在这个程式当中提出了一个加快的方法。OK， 这边算是比较重要的的这个加速的一个技巧，就是他们把一整张图片呢分割成很多，就是我不要画在这好了，画在这。OK， 他把一整张图片呢分割成很多个小格子，这边旁边就大概稍微画一下就好。OK， 那这样子。好，比如说意思一下，我下面就不画了。那它就是把这个图片分割成很多小格子。那每一个格子呢，它的大小是16乘16。那这个16乘16，就是他们决定的，应该可能是一个最佳解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论文里面是设定16乘16，所以它就是把一个图片分割成很多这样的小格子。那如果比如说这边如果不是16的倍数的话，那它就往旁边补满，对，所以最后一个格子会覆盖这样子的区域，这样。OK， 那它计算这个圆覆盖了哪些像素的一个技巧，就是它把它分割成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小格子之后，那这些小格子已经是每个都是256个像素，然后它在计算这个圆跟哪些格子有交汇。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呢，它就是跟这四个格子有交汇，所以呢，他就把这里面所有的像素都当成是它有跟这个圆有交集，对，他就是做的这样子的一个近似。那我们当然就可以知道说，哦，这样子的近似虽然可以让这个计算交集的这个速度变快，但是呢，相反的，你也会多了很多不必要的计算，比如说在这里的像素啊，它根本就没有跟这个圆有交集。但我们还是把它认定成有交集，所以就会在之后的计算里面多付出这样子的一个计算的成本，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计算交集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比较快的办到。对，所以大家看到已经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里做了2个近似，已经使得虽然我们的这个交集的速度变快，但也使得我们这个计算实际有用的像素的地方，我们就多了很多实际没有用的东西。好。OK， 总之呢，这个就是论文当中提出来的计算这个圆啊，我把它写成圆好了，这样可能会更，为什么按不了？这个圆的半径，我把它括号一下好了，这个是近似。好，然后第二步是计算这个圆覆盖了哪些像素。好，那接下来的第三步呢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已经计算好了，我们以这个为例子好了，我们就这个圆呢覆盖了这么多个像素，然后这个圆也覆盖了这么多个像素。那接下来的第三步呢，我们就要实际，还没有到实际计算颜色。在计算颜色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哪一个高斯是在哪一个高斯的前面。比如说像这个交汇的部分，这个地方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黄色的，那我们就知道，哪一个是在哪一个的前面，我们才能知道这个交集的部分要涂蓝色还是涂黄色 ，OK 吗？那实际上是有 alpha blending 啦，但是我们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知道哪一个在前面，才能知道这个地方交集的地方要涂哪一个颜色。所以我们第3步的话，就是要计算每个高斯的前后顺序。对，这边就是要计算哪一个东西在哪一个前面，我们才可以做这个 alpha composite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OK， 那在这个第3步的地方呢，也是这个第3步倒是没有做近似，这个实际等一下再跟大家说它是怎么做计算的。好，那做完计算之后，最后一步就是计算每个像素的颜色。这就比较简单了，因为我们就已经知道每一个像素，比如说在这边的其中一个像素一个格子，我们已经知道，比如说这边是蓝色在前面，我看一下哦，对，比如说这是蓝色在前面，我给它画一个1，那这是黄色在后面，我给它写一个2。那我们已经知道蓝色在前面，那我就知道在计算颜色的时候，我要先把蓝色这个高斯对于这个像素它的贡献值计算出来之后，我加上去之后，我再做黄色这个高斯对于这个像素它的贡献，这样子。对，好，那前向传播大概就是这样子。前向传播就是我们把3D 的高斯投影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投影出来这个颜色是多少，就是这整张图片的颜色。Hello， 这每个 pixel 是近似高斯分布吗？不是，每一个 pixel 是每一个 pixel， 一个 pixel 就是一个点而已。那我们要近似的是这个高斯分布它投影出来之后的结果。那高斯分布实际上它是没有被近似的，我们近似的只是它投影出来之后对于哪些像素有所贡献，这样子，就是它投影在2D 上面的这个图，原本是椭圆，我们把它近似成圆，然后再近似说它覆盖了这所有的像素，这样子。好，另外 Tony 的问题看一下哦，大每个高斯的颜色是 spherical harmonics控制的吗？对，每一个高斯它现在是每一个高斯有那个球鞋函数它的这个系数值，所以它是透过这些系数计算这个高斯的颜色，所以那这个高斯的颜色就会跟随你看它的角度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但你可以就简单想象成就是每个高斯有一个颜色，这样是最简单易懂的想法。好，那我们来实际看一下它的程式吧。就讲了这么多，还是要看一下它的程式。OK，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步，计算投影出来的圆。我看一下能不能把它移到旁边来。我怕萤幕太小，看不太清楚。好，算了，我们就在脑中记忆一下。第一步是要计算出来这个投影出来的圆的半径。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对应的程式在哪里。好，它这边有几个函数在这个 forward 里面。那首先第一个是 preprocess CUDA， 我就直接把哪一个部分对应到哪一个部分给大家说好了。好，因为我已经看这个看了好久了，就直接跟大家说，这两个东西呢，它对应到的是这个 preprocess CUDA 这个函数。那其他的等一下讲到再跟大家说。OK，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这个 preprocess CUDA 这个地方。哦，对，这上次直播有说到嘛？反正就是现在 GitHub 就是很好，它旁边就是你按下去之后，它旁边告诉你说这个函数在哪边有被引用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OK， 我们就一行一行看，反正我们还有时间，不知道今天能讲到哪里，讲不完之后再说吧。好，就是每一个，我们先从就是197行开始看吧，我们就
我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放大？放大之后，哦，这个可以关掉。好，这样子对我的眼睛比较好。哦，对，讲一个小故事，反正就是我去公司嘛，那我们公司就是有提供那个苹果的萤幕，就很大一个，超大一个，比我用过的所有萤幕都还大，反正就很大啦。然后呢，就是在上面打 code 嘛。那我的话字体大概就差不多这么大，因为我太小的字，我看起来眼睛会很不舒服，就看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眼前一片黑，很想睡觉。但是我看一下其他同事，有一些人他们就超厉害的哦，他们就开很多个小萤幕，就是他一个大萤幕可以分割成很多个小的，就像我刚才一样，比如说一个放在左边啊，然后一个放在右边这样子，然后每个都那个字体都超小的，每个字体大概这样子，大概像这样子，就是这么小一个，然后他们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轻松自在，就对着这么小的萤幕，不是这么小的萤幕，这么小的字体在工作。就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办到，我就觉得很神奇。OK， 一个小故事，我就把这个放大。我先回答一下 Eddie 的问题。想象要 render 的scene是一连串，对，就是你有很多个这样子的，很多个3D 上面的球，你就可以想象成水球吧。那水球你就把它泼洒到你这个萤幕上面，那随着这个泼洒，你的这个萤幕上面每个地方就会有颜色。那这个颜色的决定是你根据你那个，比如说水球的远近，比如说这个蓝色的水球在前面，那你这个地方就会蓝色的地方就会比较多，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啊，那它的这个标题高纤 splatting， 那高斯就是高纤，那 splatting 它是一个泼洒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对啊，你就想象成是水球把它泼到萤幕上面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这是蛮贴近实际的这个运作的。好，那我们回到程式的地方，我们首先从197行开始看吧。197行呢，它这边就是对于每一个高斯它是有它的中心点的。对，虽然我这边没有画出来，但是因为是3D 的椭球嘛，那椭球它是有一个中心点的。那它就是先把这个中心点呢，就是用一个 projection， 你可以就想象成是一个，反正就是一个投影的矩阵，就是你3D 的一个点，你把它投影到这个萤幕上面会有一个投影的矩阵。那它先把这个3D 的点投影到矩阵上面，然后投影到矩阵上面之后，它首先有一个 compute covariance。那 compute covariance 这边不太重要，它就是计算这个椭球的这个3个轴。我们说这个椭圆它是有2个轴嘛，那椭球就是3次元，所以有3个轴。那在这一步的 compute covariance 3D， 它就是一个计算这3个轴它的长度是多少的一个过程而已。这边没有太重要，论文里面也有那个公式，所以这边就跳过这个部分，蛮简单的。好，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要计算这个椭球投影在2D 上面之后的那个椭圆是长怎样的 ，OK 吗？就是一个椭球投影在这个平面上，它会是一个椭圆。那在这个 compute covariance 2D 的，这好麻烦，一按它就会跑出来。就是在这个 compute covariance 2D 的函数里面呢，它就是计算这个投影的过程，投影出来这个椭圆它的那个形状会是长怎样的。那这个函数呢，这边也不讲了，因为就是它是一个某一个论文里面直接套用公式就可以算出来的，所以这边就不讲，你就抽象来说，就是把 3D 投影到2D 之后会是怎样。那它这边投影出来的这个椭圆呢，我是用一个矩阵的方式来记录。那投影出来的椭圆，它是一个2D 2×2的矩阵。虽然它投影出来是一个椭圆，但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2×2的矩阵。那这个矩阵里面就包含了这个长轴、短轴以及跟这个 x 轴的
夹角的一个情报。对，那它是以这样子的一个2D 的矩阵，那它是一个对称的2D 矩阵，所以会有3个系数，那分别是 A、B、C。那这个就关掉了。那这个 covariance 这个变数呢，就里面就存储了这个 A、B、C 3个数字，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计算这个半径。那计算这个半径的方法呢，就是如果你有学过线性代数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是要解这一个矩阵的特征值，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矩阵的特征向量以及特征值。那其中一个特征向量对应到那个特征值比较大的特征向量，就会是这一个向量。那特征值比较小的那个向量就会是这个向量，这样子。OK， 讲得太复杂也没意义。那主要我们就是要计算这个矩阵的特征值。那特征值的计算就很简单，我们就是计算把对角线减掉 x 之后，它的这个没想到用手写是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我就直接用直线好了。等下计算特征值，就是我们把对角线减掉 x 之后呢，我们把它做一个行列式的计算，然后我们要计算这个东西等于0的这个 x 的解是多少。对，这是我们就是解特征值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计算这样子的一个方程式。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展开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你就可以得到一个1元2次方程式。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把它写出来，你就可以得到 x 平方减掉 a 加 c， 减掉 a 加 cx， 然后加上 ac 减 b 平方。好，我就不括号了。我不要写在这，写在这好。对，你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它是一个1元2次方程式。那你就要解这个东西的解，这样子。那解这个东西也很简单，大家就很会嘛，2a 分之 b 平方减 4ac 那个公式。所以解出来之后呢，我这边就不解给大家看了。其实它是在这边把它解出来的。它就用 mid 跟 lambda， 然后把这个特征值解出来。那解出来之后呢，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跟一个比较小的。这边直接写给大家看好了。要写吗？算了，就不写了，因为这个应该算是比较好理解的。你就把这个东西的 x 解出来，那因为它是2a 分之负 b 加减根号 b 平方减 4ac 嘛，所以是2a 分之，反正就是2分之 a 加 c， 然后加减根号的某个东西。对，那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一个是加，一个是减，所以加的那个东西就是比较长的这个边，就是比较长的这个半径，这样子。那比较小的那个值就是短轴的半径。所以呢，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近似为一个圆，所以我们是要取长轴的那个半径。那长轴的那个半径的话，就是2个之中比较大的，但实际上不用 max 啦，因为你知道 max 一定是第一个这样子。对，那这个 lambda 1就是长轴的半径，就是用刚才那个1元2次方程式解出来。然后我们要取得它的半径，那半径大家可以看到说，这边前面有一个乘以3，那乘以3是为什么呢？乘以3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高斯分布尽量的覆盖
覆盖的越满越好。那大家知道说高斯分布在一维的当中是，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是加减一个标准差的话，大概是多少来着？忘记68%左右吧。对，然后如果是加减2个标准差的话是95%左右。那如果是正负加减3个标准差的话，就是可以覆盖99%的那个高斯分布。所以它这边乘以3的原因呢，就是把这个高斯分布正负3个标准差的值全部都包含进来的意思，这样子。然后它把这个东西算出来之后，作为这个高斯的半径。所以它这边的 my radius 就是我这边写的这个 r 的部分。OK， 好，然后呢？哦，对，那计算颜色的部分就不赘述了，你可以就把它想象成是每一个高斯都有独自的颜色，这样就可以了。这边计算 SH 没什么太需要讲的。OK， 然后它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些等一下会用到的值全部先存起来。哦，等一下，还有这个 Tiles Touch 它还没有讲到。哦，对 ，Tiles Touch 这边还没有讲到，就是这边是我们第2个部分。我们刚刚讲到投影嘛，投影过来可以计算它的半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计算是每一个圆覆盖了哪些像素？那每一个圆覆盖了哪些像素呢？是在这个 getRect 这个函数里面办到的。因为当我们有了这个圆的圆心以及半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计算出这个圆覆盖了哪些小格子。那它在这个程式里面是把这样子的一个16×16的这个格子叫做一个 tile， 就是一块瓷砖这样子。那它在这个 getRect 这个函数里面呢，就计算出这个圆覆盖了哪些 tile。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函数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干嘛。没有，哦，在这，它是在另外的程式里面。回到上一页，有一个比较算是不喜欢的地方吧，它就是把这个程式分得太细了啦，就很多小的档案导致你要一直跑来跑去。比如说 getRect 它就写在这里，那这边的话就很简单，就是计算这个圆心减掉半径跟圆心减掉半径跟圆心加上半径分别在哪些范围里面而已，就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覆盖的 tile 有哪些这样子。OK， 那覆盖的 tile 在这个 getRect 这个函数里面被计算出来，然后呢，它最后存储了，它存储的是这个 Tiles Touch 存的是它总共覆盖了几个啦。所以如果比如说是这个例子的话，它总共就覆盖了4个 tile 这样子，它就是存在这个 Tiles Touch 里面。OK， 那第1步以及第2步的讲解就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就是计算圆的半径跟覆盖了哪些像素。然后看一下留言。12 CDT， OK， sorry, that's the best approach. If your goal is to extract an object's volumetric information. I mean, if you only have one single view, I think you need some priors. You cannot just infer the shape by a single image. Then I need to generate point cloud. But either it's point cloud or you can directly obtain a mesh. You need some information. You cannot just generate from an image. You need, for example, depths to achieve that, or normals. 就是说一张图片
没有办法得到3D 的除非你就先用 depth prediction， 就 single image depth prediction 得到，比如说点云，然后你再把它转换成 mesh， 这样子应该可以办到。但我觉得效果不会太好。如果你要效果好的话，肯定要有 prior。比如说你要知道你的东西，如果是一台车子的话，那你就知道说，哦，这个车子如果我知道它左面是长怎样，那我就知道它的右面。你需要有这样的 prior 才可以很好的 reconstruct。Some learning material， 这个的话我倒是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我就是把我之前的经验告诉你而已。对，这边的论文我不太熟，不好意思。Hello Abby， 好久不见。Hello， 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今天现在是9月29号了，我现在还是9月28号。But volume change over time. Absolute volume. 那最后这个问题有点看不太懂，什么是 volume change over time？ 是会移动吗？太棒了吧！还有参观的。哦，对啊，你就是希望，因为他其实也是希望我们就是还是 in person， 还是就是大家在一起工作，可能效率会比较好吧。因为你就是可以随时讨论，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一起想。那我自己来也是觉得这样子，的确啦，如果是以工作效率上来说的话，还是会比你自己一个人在远端工作还要好。Single view is ambiguous, like growing plants. Growing plants. 突然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的感觉。你要重建一个3D 的植物，然后是生长的植物，然后你只有一张图片，就是从一个角度看的图片。感觉比较难那你可能就是真的要 single image to depth， 那你真的这个精确度要很好才有办法吧？我觉得。好，先回答一下哦。Eddie 说我是哪一间公司？我是 Luma AI。哦。我是这间公司的，我们就是在做 Nerf 的研究啦。就是我们有提供一个 App， 然后你可以去外面，就是像这样子，随手就是对某一个地方，就是3D 的这个多视角的去拍摄它，然后拍完之后，你就可以重建一个3D 的场景，然后你就可以对这个3D 的场景做任何想要的，就是 novel view 这样子，或者是你可以输出为这个 mesh 之类。或是把它导入到这个 Unreal 引擎里面，这样子我们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我加入的话是去年12月加入的，换工作了。你的情报是什么时候的？我是去年12月就换了，然后我之前是在日本工作。Tile 的方式 render 出来的 depth 的准确度应该很差。depth 的准确度我就不知道了，但因为虽然说你是计算覆盖的像素的时候，你多做了很多不必要的计算，但是因为你实际上保存的还是一个高斯分布，所以我如果把它画在这里的话，就是你这些黄色啊，还有这个红色的 tile 的计算都是近似值。但是实际上你保存的还是这个椭圆，你实际上还是有保存这个椭圆的一个情报，所以当你在计算这个比如说对于这个像素的贡献值的时候，这个高斯对于比如说这个像素的贡献值的时候，你还是计算的是这个点在这个2维的高斯分布上它的几率是多少。
对，所以虽然你多覆盖了不必要的区域，但是这些不必要的区域在你计算几率的时候，它还是会变得很小，所以最后render 出来的结果可能不会差太多，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但实际上它的精确度是多少，可能还是要实验去做一个比较。Nerf 作者也在这间公司，对啊，我们有 Matt， 他是我们的可以说是对外的公关吧，就是有什么那个talk， 就是要演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请他去。那因为他是作者，所以他的知名度就比较高，那大家就会就是比较容易注意到我们这样子。那他在研究上面也是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也是不是就是吉祥物啦，他还是会对就是研作做出很大的贡献这样子。谢谢知意，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完全的回答你所有问题，谢谢你来参观，下次再见。Nerf Studio 的作者，他是怎么做到同时在 Luma？ 对啊，就是那个 Matt Tansic， 我们就叫他 Matt。他是他很喜欢露营，他的那个很多 Nerf Capture 都是去露营的时候拍的啊，这是小故事。然后他是怎么做到在 Luma 跟维护 Nerf Studio？ 他一开始刚加入的时候是还花蛮多时间的吧，在维护。但据我所知，现在应该都交给就是新来的学生，或者是就是比他小一届的、小2届之类的学弟在维护。他现在我在公司看到他应该没有在做了，就是没有在做 Nerf Studio 了，都在做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那他私底下有没有在做，我不知道。好酷。I was saying about Nerf Studio. Now I was saying that so we have Matt, right? Matt is at Luma, so he worked on Nerf Studio quite a lot when he first joined us. But now I don't think he spent that much time on it. He kind of like lay over to the other students at the moment. Yeah, that's all I know about Nerf Studio. I don't know too much actually. Yeah.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joining. OK， 好，然后讲到哪 ？OK，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计算投影出来之后，它圆的半径啊，然后覆盖哪些地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计算这个每个高斯的前后顺序，我们才能把它画到这个图片上面。那这一步的话呢，是在这个我们继续往下看哦。这个不在这个档案里面。那它实际上的程式最多还是在这个啦 ，rasterizer impl 这个档案里面。那它是有把一些小的部分就是截取到 forward backward 里面，但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个档案。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档案也有2个主要的函数，一个是这个 forward 的部分，198行，这个是计算前向传播。这个函数等一下会叫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函数，但除了叫到我们刚才那个函数之外呢，还会做一些别的事。OK， 那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我们刚才那个 preprocess CUDA 那个函数叫出来。好，那我们接下来说第二步。第二步呢，我们是要计算每个高斯的前后顺序，对吧？那我们要计算每个高斯的前后顺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知道说，等一下哦，我想一下这个要怎么说明。OK，
那在计算前后顺序的时候，它也是有一个技巧，它是把每一个tile 做一个，每一个 tile 去独立做一个前后顺序的计算，大家可以了解吗？就是说我现在分割成这么多个小的 tile， 那我就把每一个 tile 独立的拿出来。比如说我第一个 tile 我把它拿出来之后，它是长这个样子嘛，是一个正方形。那这个正方形呢，可能就有很多个高斯分布有去把它覆盖到，比如说可能有这么多个，然后对，反正就是有很多个高斯去覆盖到它。然后呢，我们就把每一个有覆盖到这一块瓷砖的，我觉得它瓷砖这一块瓷砖的这个高斯呢，去做一个前后顺序的排序。比如说这个可能这个黄色是1号，那这个红色是2号，这个水蓝色是3号，以此类推。对，我们就是这样子去进行一个排序。然后第二块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第二块单独取出来。那可能比如说刚才这个3号，也有覆盖到这一块瓷砖，然后呢，但是呢又多了其他的，比如说我看一下新的颜色，比如说又有紫色的啊，然后又有这个绿色的啊，都有覆盖到它。但我们这一次呢，我们就不管之前的咯，我们就不管，比如说这个红色啊、黄色之类的，你就不管这些其他没有覆盖到这一块瓷砖的高斯，我们就只管覆盖到这一块瓷砖的高斯，我们就一样对于它们几个进行一个分类。比如说这一次呢，这个可能是跑到第一个了，然后这个跑到第二个了，然后这个跑到第三个了，这样子去把每一块瓷砖单独的取出来，然后去做一个排序。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呢，是我们等一下在渲染的时候，因为在渲染的时候，我们也是每一块瓷砖独立去做一个渲染，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加速之后那个渲染的这个速度。OK， 那在实作的部分呢，虽然我讲解的时候是把它独立的取出来，但实际上的实作呢，并不是用一个 for， 然后是 for 每一块瓷砖去做分类。去做排序，不是这样子，因为那样会比较慢。那他在论文里面运用到的这个技巧是这个，把每一个这样子的一块瓷砖加一个对，一块瓷砖加一个高斯，它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组合 ，OK 吗？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是0号瓷砖，然后这个是我每一个都给它一个标注好了。那为了避免混淆，我把它，比如说这个是200号，然后我就随便写数字啦，比如说这个是12号。那每一个高斯有它的编号，那比如说这个是44号，这边是我随便标的数字。那因为这边是一样的，同样一个高斯，所以我这边也标44号。然后比如说这个就是23号。然后这个是比如说是10号之类的。好，我们就是把一块瓷砖以及覆盖到它的瓷砖的某一个高斯呢，做一个把它当作是一组 ，OK 吗？那把这一组呢去做一个排序。那排序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排序的时候我们是对于数字做排序。那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到的呢？这个数字是一个64位元的一个
整数。那前面的32位元呢？不对，前面不一定是32位元，但后面是32位元，就是最小的那32位元呢，是这个高斯的它的深度。OK 吗？那前面的你可以想象是32位元也可以。对了，64位元，所以前面是32位元。对，前面的32位元就是这个 tile 这个瓷砖它的编号。它是把这样子的所有的数字去把它进行一个排序，所以排序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排序完之后，因为 tile 是在前面，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最小的瓷砖会排在最前面，也就是最左上角的这个瓷砖，它会排在最前面。那相同的瓷砖当中呢，后面因为相同的瓷砖这个前面32位元是一样的。所以相同的瓷砖当中，不同的高斯呢，就会以它们的这个深度来进行排序 ，OK 吗？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六个东西排出来的结果就会是，这个排序出来的结果就会是0号瓷砖的这个200号的这个。200号的高斯，因为200号的高斯在第0的瓷砖当中，它是最前面的，所以它是排在所有这六个东西6个组合当中的第一名。那第二名会是谁呢？第二名会是，这边还是蛮重要，我把它全部写出来。第二名会是第0个瓷砖当中的第12号高斯，因为它在第0个瓷砖当中的排名的这个 depth 是在第2名，所以它是排在这里。那第3名呢，就会是第0块瓷砖的第44号，第44号高斯。对，因为它在第0块瓷砖当中排名的深度是在第3名。好，那第0块瓷砖排完之后呢，那我们才会进行到第1块瓷砖。那第1块瓷砖的这个第1名呢，会是我们的这个44号。好，大家再撑一下，快画完了，剩下2个。OK， 那第5名呢，会是1号瓷砖的这个第10号高斯。好，那最后一名就会是我们的第1块瓷砖的第23号。OK， 那排序的部分大概就是像这样子，我们就是根据瓷砖的编号，首先进行排序，然后再对于每一个瓷砖，如果是相同的瓷砖的话，我们就按照每一个高斯它的前后顺序去进行排序。所以排序完之后会长成这样子，就是非常良好的，可以供我们渲染的一个顺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第0号瓷砖，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渲染就好。那第1号瓷砖，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渲染就好，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OK， 所以这个排序的部分呢，是在有蛮多个函数的啦，就是这个 inclusive sum 一直到这个 sort pairs 这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地方。都是我们进行一个排序的动作。好，大概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Wonder how long do you take to read this paper? Read this paper. 我用中文。
英文还不是很好，我跟他们讲话都还蛮卡的，他们同事都英文超好的。看一下哦，我读论文倒是没有太久，因为这个论文算是蛮直观的一篇论文，因为就是把水球泼到荧幕上而已，你就想象起来就很简单，是椭圆，然后把它画出来，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在程式方面反而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因为首先它是用酷打写的，接下来它做了很多这种近似的部分，然后把它分割成很多的小瓷砖，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难理解的一个部分啦，在我一开始看的时候。然后还有其实它的程式写的并不是太简单易懂。好，没关系，这是题外话。然后如果要说时间的话，我觉得一个礼拜吧。如果你搞懂那个抽象的想法之后，你其实在看code的话也不会太慢。对，就是把这些少少的步骤，就是一个一个分解出来。对，因为你知道，比如说这要是投影成椭圆的时候，你就去看code说，哪里把这个3D 投影到2D 啊？然后你在看code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用椭圆它是用一个圆去近似，然后你就慢慢一步一步发现说，它怎么样把这个问题用它的方式实做出来，那你就会慢慢知道说它使用了哪些步骤，这样子。我大概花了1个礼拜啦，简单来说的话。Okay, took me 2 weeks to understand the paper. Yeah. I think I didn't really take time to understand all the formulas, because it's just like Gaussians, like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function. So I didn't really take time to read all the details because I know how the function looks like. I just need to use that. The Gaussian splitting paper does not include much new math. Yeah. It didn't introduce any really new stuff. It's just the implementation. Yeah, I learned a lot from their implementation too, and that's where I think this repo is most useful about. 蛮想学酷的，但都没时间。很简单啊，你看我的那个教学，我那个教学真的很简单。这个地方才是算是有比较进阶一点的部分。但我觉得你看完我的教学之后再来看这个，你也会觉得，好像就难那么一点点而已。OK， 好。大家会在湾区待多久？你好，你也在湾区吗 ？Hello。想请你吃饭，我马上就要回去嘞，我礼拜6就回去了。这一次可能比较没有时间，但我之后有可能再来啊，说不定就在这边定居，那不一定啦。我自己是还蛮想在这边可能工作一段时间的，就是那种以年来计算的那种时间，所以可能之后还是会再来。那之后可以再联络。我想看到你的教学的，很好，谢谢支持。但我现在工作就花很多时间，我现在能直播也是，算是比较难得吧。对啊，直播其实也不是没时间直播，但是就是如果工作的话，工作到比较晚，那可能家人要休息了，我就比较不好意思直播了。因为之前在日本的时候就一个人住就比较自由，你晚上要开到多晚都没关系。但是现在回去跟家人住的话，那我早上下午工作，那晚上的话他们要休息，我就不太好意思开直播。所以今天能开也是因为就是在这边比较不会吵到人这样子。公司会常常加班吗？应该说我们的那个怎么说 deadline 都定的比较，就是时间非常的紧急。那可能
比如说我们要 release 一个东西，那可能老板啊或者是同事他们就希望说我们赶快做完，赶快 release 这样子，所以你心理上就会觉得我一定要赶快把它做完这样子。但实际上我们对啊，通常 release 都会延迟个1-2个礼拜之类的，所以就是其实要加班也不一定要加班，就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我赶快做完，但其实你后来发现说反正不管怎样都会延迟的话，那我其实不需要太着急。所以我现在的那个心理就是说，虽然他们说下个礼拜要 release 这个东西，但我可能会想说虽然这样，但我还是慢慢来就好，不需要太着急或是加班太多。加班的时候通常都是我觉得今天做了这么久都没有做出来，我感觉快做出来，然后想要把它在今天做出来的时候我才会加班，要不然我也不太会。其他人对，就讲一下其他人吧。就是我们这一次来嘛，那我是就是早上大概9点会到公司，那时候通常公司都还没有人，他们都大概10点来公司，也不一定，就看他们心情嘛。然后那下班的时候可能都是7点。对，大概都是7点的时候，就大概大家会放下手边的工作，要么是去吃饭，要么就回家了。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聚在这，所以就是可能有时候会大家就是在公司附近餐厅一起吃饭啊，或者是订那个外卖，就在公司吃完之后再回家这样。所以结束时间大概在7点左右。那回家之后我就没有再做了啦。那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对，我觉得我们这边一个蛮好的福利，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公司都会就是一起订午餐，就是我们用那个 DoorDash， 就是在台湾没有听过这个东西，但是在美国我们公司就一直用这个，我们每天中午都一起用这个订午餐。就是像 Uber 一样的东西啦，反正就是外送的一个服务。那我们就一起订午餐，那就是都不用付钱，最大的好处。对，但听说也是在美国外送超贵的，就是可能要加30%的。那首先那个食物就已经贵了30%，我是听他们说的啦，就贵了30%，然后还要加上那个运费。然后运费可能也30%，然后再加上那个小费。不过我们就一起订的话，那个运费人均来算就会比较便宜。然后反正我也没出钱，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福利很好。期末 project 就靠我的 Nerve 教学了。你也是做这个吗？感觉你也可以开始转到高 CN Splatting 了，因为之前在我的频道留言，有人问我Nerve 都做完了，什么方向都找不到什么新的方向，感觉都有人做过了，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也有人有这种烦恼。那现在出了一个高 CN Splatting， 大家可以就是开始朝向新的方向去做一个努力。OK， 好，来继续讲吧。好了，现在已经讲了快2小时了。那我们今天就讲 forward， 但我觉得 backward 也蛮重要，但算了，我们先讲完 forward 再说吧。好，那下一步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步了。我们刚刚已经讲完3步了。那现在最后一步就是要计算每个像素的颜色。好，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有了每一个 tile 以及每一个 tile 当中它的高斯的前后顺序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于这些 tile 去进行一个 render。好，那这个 render code 一样是在这个 forward 点 cu 里面，那我们就往下拉，往下拉，不对，往上拉。OK， 它有一个叫做这个 render CUDA 的一个函数。好，再喝口水。讲了太多话。好，来到这里。OK， 那在这 render CUDA 里面呢，我们会需要我们之前所得到的一些东西。那首先我们会需要刚这个排序好的东西，然后排序好的这个每一个组合呢，我们还会需要说每一个高线，每一个高线，我们刚才有第一步得到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圆心啊，然后这个半径，我们会有这些东西，然后还有这个每一个高斯它的这个实际的那个椭圆，它是长怎样的，就是它的这个covariance 的这个函数，我们会有这些东西，每个高斯会有这几个属性值在这里。好，那我们有这些东西，再加上这个顺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对于每一个像素去进行一个render。好，那在 render 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以 tile 作为这个独立的计算。然后我们回到这里来看，那他在这边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技巧，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当时第一次看到，也觉得哇，怎么可以这么聪明这样子？他做的技巧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CUDA当中呢，我们是把一个很庞大的计算分给很多个 block。那很多个 block， 每个 block 里面又有很多个 thread， 就是有很多个工人，每一个工人负责一个很小的计算，那一次达到很多工人同时工作，所以这个工作很快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那在这个 render 里面呢，它所分的这个 block 跟这个 thread 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因为我们已经是把每一个一个图片分成很多个 tile 了，那所以呢，它在这边就用到了一个很聪明的技巧，它就是把每一个 tile 当作是一个 block。OK， 那我就在这边写一下，它的在这个CUDA里面的计算就是它的 block， 它的一个 block 是等于一个是等于一个 tile。那我们知道一个 block 里面有很多个 thread 嘛，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里面的 thread 是什么呢？那答案其实也是非常明显，因为我们的 tile 是由很多个像素组成的，所以每一个 block 里面的 thread 呢，其实就是一个 tile 当中的一个 pixel， 一个像素。哇，手写好难看啊。OK，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呢是这个实作当中，我觉得最聪明的一个部分，就是它把一张图片分割成很多个 tile， 然后一个 tile 把它想象成是一个 block， 那其中的每一个 pixel 是一个独立的 thread， 所以实际上的运作就是呢，每一个 thread 呢负责其中一个像素它的颜色的计算，这样子。好，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做的好处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是每一个 block 它已经存储好了这个 block 当中它的这个顺序，所以你每一个 thread 在做计算的时候，你不用再去重新就是读取这些顺序，因为在CUDA里面还有一个怎么说？很有效率的一个方法，但这个方法比较进阶，所以我在教学当中没有讲，就是这个 shared memory。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实作里面有这个 shared 开头的这个变数，那这个 shared 代表的是 shared memory。那 shared memory 它是一个记忆体的区块，那它是被当前的 block
里面所有的 thread 所共享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一个 shared memory 存储一个变数的话，那在同一个 block 里面的这所有的 thread， 那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就是一个 tile 里面的所有的256个 pixel 都可以很快的存取到那个变数的值，这样子。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设计呢？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每一个 pixel 一个 thread， 你要去读取一个，比如说要去读取一个高显的话，那从 thread 读取一个 global memory 的话，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但如果你一旦存到这个 shared memory 的话，你的存取速度就会变得很快。那所以呢，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设计，所以它在这个读取这个高斯的时候，这个速度就会变得很快，这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就是因为所有的在一个 block 里面，我们所需要读取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只需要知道在这个 block 里面有哪些高斯，然后它的顺序是怎样。那这个东西是在同一个 block 里面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些东西只要读取一次就好。那读取一次之后呢，我们可以被所有的256个工人所同时享用。那这个速度就会加快很多。OK， 那讲完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之后，其实实作看一下就觉得很简单，这样子。我们就是先 allocate， 就把我们需要存储的东西先把它就是定义出来，然后呢，我们定义一些就是会更新的变数，比如说这个 t 就是 transmittance， 就是这个透过率。中文是什么啊？看一下哦 ，transmittance 中文透过率，对，透过率，我是以日文来讲，但中文也是一样。好，那这个透过率就是一开始是1，然后随着你经过越来越多的高斯，那会越来越减少。那这部分跟 nerf 是一样，所以我就不多说了。然后这个 contributor 就是你总共经过了多少个高斯这样子，因为在经过了一定数量的高斯之后，你这个透过率会越来越小。那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early stopping。那在这个 NGP 里面也是有用到的，就是比如说小于10的负4次方的时候，你就把这个 pixel 当作是已经完全 render 了。那之后的高斯我们就不管它了，我们就不做计算了，这样子。所以这个 contributor 是来计算说你经过了多少个高斯。好，那这个 C 的话就是记录最后的这个渲染出来的颜色是多少。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一开始有一些就是比较细节的计算就不太多琢磨。比如说他先计算说一个像素是否在这个图片里面，因为我们说因为一个 tile 是16×16嘛，那如果你的这个图片的大小不是16的倍数的话，你最后就要补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tile，OK 吗？那补了一个比较大的 tile 之后，那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这边的像素它实际上是不包含在图片里面的，所以你不需要去计算它。那它在这个函数里面就会去判断说这个像素是不是在图片里面。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把它 mark 为 done， done 就是已经结束了，要么是在图片外，要么是在图片内，但是它的这个 transmittance 已经很小了，就是已经完全渲染完毕。好，那计算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它这个东西呢会在这边用到，就是它一开始先看是不是所有的256个。我们现在这个东西，我们就是以一个 block 来看，就是同一个 block 里面的256个像素来看。那这256个像素如果全部都计算完成了，那就结束这个 block 的计算。那如果我们还没有完成的话呢，它就是那些已经结束的 block， 已经结束的 pixel 开始负责把 global memory 当中的那个属性呢取到这个 local 这个 shared memory 里面，这样子。就是一开始这个我们刚刚说有这些 shared memory 嘛，就是在同一个 tile 里面的高斯的所有的属性，我们要把它一一取得。那这个取得的步骤呢，是有一些已经闲置的这个工人会去负责做它。好，那当我们取得完这些
属性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渲染。那一个渲染就蛮简单的。那一个渲染的话呢，我们是先取得这个像素。那我们说了一个 thread 是一个 pixel。那比如说我以这个 tile 来做计算，比如说其中一个 thread 代表是这个 pixel。OK， 那它现在负责的是这个高显的颜色的计算。这个高显对于这个像素它的贡献的计算。那我们首先计算这个距离。那距离就是这个像素与这个高斯的中心的距离。那我们会有两个值嘛？反正就是有这个 x 的距离跟 y 的距离，就是两个值。那是计算在这个 d 里面。然后有了 d 之后，我们就用那个高斯分布的这个几率的算法。那我们知道高斯分布几率的算法，在一维就是这个嘛，会跟这个成正比啦，就是1的负2 sigma 平方乘以 x 减会跟这个成正比嘛。那它就是这个的二维版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 sigma 跟 mu 都是二维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在二维的那个 equivalent 二维的这个表现形式就会是跟这个跟这个东西成正比。那这时候就会需要用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才有它的这个二维的 covariance。那它实际做的是需要把这个二维的 covariance 做一个导致啦，要做一个 inverse。所以写出来，如果是用 ABC 来写的话，会比较麻烦。但反正就是你把这个 x 减掉中心值，然后去做一个 transpose， 然后再乘上这个 covariance， 然后再乘上这个 x 减 mu。反正如果以公式来说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点在一个高斯分布当中它的几率而已，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然后有负1/2。好，总之，这个 power 就是在计算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接下来要计算这个高斯的实际的这个 opacity， 就是它的 alpha。那 alpha 它这边做的一个做一个方法上的假设是说，它的 alpha 呢会随着这个几率的减小而减小，也就是它跟这个点在高斯分布当中的几率是成正比的 ，OK 吗？所以它是有一个原本在中心点它的这个 alpha 值，那这个实际的 alpha 呢会根据如果你的点离这个高斯的中心越远，也就是说几率如果越小的话，它会随着这个几率的减小而减小，就是成正比的关系，所以它会需要实际真正在中心的 alpha 乘上刚才所计算的这个 exponential 的这个东西，就是乘以这个东西得到实际的 alpha 这样子。那实际的 alpha 呢，它是说为了避免一些numerical instability， 比如说如果太小或太大的话，这计算可能会出错，所以它把它就是最大值设成 0.99， 然后如果这个 alpha 是小于255/1的话，它就把它当作是透明的这样子，有一些小技巧啦。好，那剩下的计算就跟 NeRF 一样，就是把它这个 transmittance 做一个计算，然后如果 transmittance 小于10的负4次方的话，那就结束这个计算。那下一步是做这个 alpha composite， 因为你就是有每一个高显你都做这样子的一个计算，就是你把这个像素对于这个高斯的中心做一个距离的计算，然后把这个距离呢去套用在这个高斯分布的这个几率的计算当中，得到它这个点的 alpha， 然后再
根据这个高斯的颜色以及这个点的 alpha 去把这个颜色慢慢一个一个的加上去。那后面的话就跟 nerf 一样，就不多做琢磨了，然后最后把这个颜色写到正确的位置上，那就结束了这个前向传播的计算。OK， 那这个高斯的颜色的话是在这个 render CUDA 里面。OK， 前向的话还算是蛮好理解的，就是我觉得它把那个一张图片分成很多个 tile，16×16的 tile 的这个技巧，我觉得还蛮让人惊艳的，可以这么说。我觉得那个算是一个最大的加速的方法。OK，share memory 离 CPU 比较近，这我就不知道，我对硬体没有研究，我只知道学到的是它读取会比较快。OK， 哇，不知不觉讲了2个小时了。那想说要不要继续讲 backward？ 因为 backward 算是比较复杂，然后又用到了一些新的技巧的地方。那我不确定讲不讲得完。那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 Airbnb， 就是在公司附近。虽然说是附近，但是就是因为在美国，所有的那个距离都是以开车的距离来计算的，就是没有人在走路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距离算是开车10分钟，开车10分钟，走路30分钟。那他们是觉得很近。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就是开车啊，或者是就是真的距离有远到说要坐很远的交通工具去上班的那种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算是可能对我现在来说比较麻烦的。虽然我们现在就是因为就是只是短期的在这里嘛，所以我们就每天叫 Uber。每天叫 Uber 其实也不太贵，因为开车10分钟的话 ，Uber 大概10块钱，10块美金，也不算贵啦。但如果你真的要在这边生活的话，可能如果周末啊要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就要自己开车会比较好一点。OK。我们来看一下，要不要讲这个 backward 呢？怎么办？我觉得要讲可能会讲不完，算了。好吧，我就简单的讲一下 backward 会做一些什么事好了，然后再看看要不要讲一些细节。好，那我们说CUDA就是你难就难在你前向要自己做，反向也要自己做。那反向又是比前向更难，因为你需要计算偏微分。对，因为 back propagation 就是要计算 output 对于每一个 input 它的偏微分。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要计算什么东西的偏微分吧。那我们这边就把问题简化好了，我们就因为原本的话它是有那个 SH 的，所以它对于这些 SH 要做偏微分。那我们这边就先简单的想象是说，我的每一个高斯它都是只有颜色，就是只有 RGB 就好，我们先不要管其他的，我们就是管 RGB 就好。那有 RGB， 然后有
这个位置，然后有它的这个3个轴的长度，然后还有它的旋转量等等的这些东西。那我的 output 有什么呢？那在目前的这个 Gaussian splatting 里面，他们是只有这个颜色的计算，就是最终得到的 output 只有一个东西，就是颜色，就是每一个像素的颜色。所以我们最终需要计算的这个 gradient 会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教学里面说到，我们要假想一个东西叫做 loss。那我们在input 这个 forward pass 里面，我们会得到每一个像素的这个颜色，每一个像素的颜色。那这边的 P 代表是 pixel 这样子。我们得到这个 output 是这样子。那我们的 input 有哪些呢？哦，对，我们把 output 跟 input 都写出来吧。这是我们的 out。哦，我不用写的，写的太满了。这边是我们的 output。那我们的 input 有哪些呢 ？inputs。OK。input 首先有我们的，我们就把它列出来嘛，就是有我们的这个 points。points 就是这个3D 的每个高斯它3D 的点的坐标。那什么办法 ？OK， 这样子。OK， 那我们等一下再看 code 是怎么写的。好，有3D 的位置，我在这边写一下3D 的位置，然后有这个 RGB， 那这是我们的颜色，然后我在前面加一个 G 好了，代表这些每一个 input 它是对于每一个高斯的一个属性。OK， 那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它的这个 rotation， 就是我们有这个高斯它的旋转，因为它是一个在3D 当中的一个椭球，那它有它的这个 roll pitch yield 之类的特性。那在程式当中是用 quaternion。好，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它的 scale， 就是每一个轴它的轴的长度。对，因为如果就是只是一个旋转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表现就是形状的不同，因为我们的椭球有可能是这种有可能是接近一个球的椭圆形、椭球形，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很细长的椭球形。那是怎么用数字来表示的呢？就是用这个轴的长度来表示。对，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这个 opacity， 就是每一个高斯有它的这个透明度，透明度，应该就没了吧？我这边把它写成 point 好了。OK， 总之就有这么多个东西。那每个东西它的那个数量也不一样啦。比如说这个3D 的位置，它是有3个数字，然后颜色也是3个数字。旋转的话，在程式里面是用 quaternion， 所以它是有 W、X、Y、Z 4个数字，然后轴的长度3个数字，透明度1个数字这样子。那总共有这么多个东西，我们就要求这个我也用打字好了。OK， 那除了3之外，我再加一个维度好了。比如说这个 P 代表的是像素的个数，就是一张图片有几个像素。那这边的话则是有几个高斯。那这个 P 不一定等于 G，OK 吗？好，那我们的 output 就是每一个像素的颜色。那我们的 input 是这些，我们就要求这个东西如何反向传播回这个东西。那我们在讲那个
酷达教学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需要假想 PyTorch 它会回传一个东西，它回传一个什么东西呢？它会回传一个我们 loss 对于这个像素对于这个 output 的一个微分，就是我们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DLDRGB， 然后我们这是我们有的好，这是我们会得到的一个数字。那这个东西呢，它的大小是一个，就是跟我们的 output 的形状是一样，所以它是一个 p 乘3的一个 tensor。OK， 那我们要求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求的东西就是这个 dl 除以这个 d 所有我刚才在这里写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就要求 dl/dg point， 然后 dl 这里是实际上是偏微分啦，但我这里就用这个小写的 d 就好，然后 drgb， 我们就要求这些所有的东东。这个 L 对于这边所有的东西它的微分 ，OK 吗？那这个每个大小都是这个 G 乘3。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得到呢？我们就要一步一步往回思考，说我们的这个 RGB 是怎么样从这些东西得到的。好，那这个 RGB 我们就以一个像素来想。那一个像素它的 RGB 是怎么样跟这些高斯有所关联的呢？那我们就往这个像素的颜色是怎么得到的步骤来一步一步往回推。那首先呢，我们往回推的第一步就是这个 alpha compositing， 因为它是我们前项做的最后一步。对，所以在这个 alpha compositing 的时候呢，alpha compositing， 这是我们前项所做的最后一步，所以这个 pixel 的颜色呢，会反向传播回所有在参加这个 alpha compositing 里面的所有的高斯。在这里打一下，反向传播回所有参与render 的高线，对，它会反向传播回所有这样子的高线。那实际上，实际上的这个公式又是怎样子的呢？我们可以以 alpha compositing 的公式来这个进行解说。那这里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公式了。比如说这里的这个颜色如果是 C 的话，那所有参与的高线，我们把它从前到后排。假设第一个高斯的颜色是 C0， 那它的透明度是 alpha 0。那第二个的话，它是 C1 alpha 1。那因为是已经经过了第一个，所以它要乘上1减 alpha 0，然后以此类推。后面还有很多项，就看有几个高斯就有几项。那我就写到这边为止。好，那它反向传播回所有高线。那你看它的这个 C 就会跟这些 C0 alpha 0都有所关联。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偏微分的公式来进行这个计算。比如说我的这个刚才我们要计算的这个 dl/dgp， 它就是其中一个高斯的这个颜色嘛。哦，不对，说错了，是这个 dl/drgb， 它就是其中一个高斯的颜色嘛。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链锁率的方式，我们把这个 dl 我们需要求的那个东西写在这里。比如说我们要求的是这个 dl/drgb 高斯的这个 RGB， 那它就会等于是我们有的。我们再写一下哦。
这边的技巧就是我们把要求的东西写在左边，然后我们把有的东西写在右边，然后用链锁率把剩下的项导出来。OK， 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回来看一下哦。我们有的是 L 对于这个 RGB 的微分。那 RGB 在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 C， 就是我们的这个颜色。那链锁率告诉我们这个东西要怎么算呢？这个东西呢就会是 DC 乘以这个 DC 除以 DG_RGB。OK 吗？这边就是链锁率的出厂之处。好，那这个东西要怎么算呢？这个东西你就很简单，我们就以这个公式来算。那 DC_DRGB 这个 RGB 就是看你这个高斯是在第几个位置出现。比如说它是在第0个位置出现的话，那我们就是算这个 DC 除以 DC0， 就是 C 对于 C0 的微分。那这个大家都会，就是微分而已，所以答案就是这个 α0。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得到这一项，就是 α0， 就是第一个高斯它的这个透明度，就把它乘上去。那以此类推，我们可以得到所有参与这个render 的高显的所有的这个 DL、DRGB，OK 吗？这个每一个的 RGB 是其中的一个 CI 啦。我这边就是以一般项来把它写出来。好，那这个步骤呢，就是在这个 backward 的反正就是 backward 的这个里面去进行计算。那这个的话，运用到的技巧也是一样，就是一样分割成很多个 tile， 然后对于每一个 tile， 先把需要的东西取到这个 shared memory 里面来，然后再用刚才的方法去把它这个算出来，就是 DL、DC 乘以这个东西，去把它算出来。然后，对。然后我们要求的东西，因为有很多个，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就是，我们需要把每一个项都把它的贡献度都算出来。比如说，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需要计算这个它对于透明度的微分。那透明度的微分，opacity 它的微分，我们一样用刚才的方法，就是 DL DC 乘以这个，这是我们有的嘛，然后 DC， 然后这个 D opacity， 我用 OP 来写好了。那 opacity 一样，这个 G opacity 呢，就是我们的其中的某一个 alpha。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用片位的分的这个公式去把它的这个公式算出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要每一项都把它算出来。我先看一下留言。留言只有一个，好。Eddie 问说这个 loss function， 这个 loss function 它是它首先是用 L1 的这个每一个 pixel 跟 ground truth 去做 L1 的 loss 的计算。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它现在这个 render， 它是一次是把一张图片的所有像素都算出来，所以它一次前项传播完得到的是一整张图片。跟 Nerve 最大的不同就在这 ，Nerve 的一个特征是它因为没有办法一次渲染整张图片，太慢了，所以它是随机的取这个训练集当中随机的这个射线去做计算。那与此相对，这个方法呢，它现在是没有办法跟 Nerve 一样去做随机的射线的计算，它必须要是一整张图片才可以，因为我们刚才说到那个 tile 的分割。那如果你要把它做一个更动的话，目前看来是没有太明显的方法。好，总之就是它一次是渲染一整张图片，所以它除了 L1 之外呢，它也可以新加一些就是跟空间有关的 loss。那在这个训练当中，它是有加这个 SSIM。就是它比对说图片
你渲染出来的图片当中的 patch 跟实际图片它的 patch 的 SSIM 的这个loss， 它也有加进来。那加进来的好处就是它渲染出来的效果会比只有 L1 或者是 L2 的效果还要来得更好，这样子。那你也可以想说，比如说如果因为我有一张图片，那说不定我也可以加，比如说 LPIPS 啊，或者一些 Edge 的 regularization 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尝试。这个就很简单，对，因为它是一整张图片，但相对来说，就是因为它是一张图片，所以它的这个 variety， 就是它一张图片可能就是相关程度没有那么大，又或者是说，因为你是一整张图片，一次进行一整张图片，所以你可能训练步骤的第一步跟可能训练步骤的第20步，你得到的资料是一模一样的，那可能在这个 gradient 上面就会比较有那种起伏不定的状态。那可能也可以想办法把它用成可不可以就一次训练是随机的射线？那因为是在整个训练集当中随机，所以我的 gradient 会比较稳定。那或者是我的训练速度会又更快之类也说不定。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对于这个实作去进行修改，然后进行实验。反正我觉得现在它推出来的就是一个最阳春的版本当然什么东西推出来都是最阳春的，但我感觉这个真的是最阳春当中的阳春，就是它就是真的只有 RGB， 那其他的东西它一切都不管，没有什么没有 density 你自己去想 density， 没有 mesh 自己去想 mesh 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扩充的部分还算蛮多的，大家可以脑力激荡一下。那这一次的直播就是大家可以学习它是怎么写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好，那我刚才讲的部分只是最简单的部分哦，因为这些偏微分怎么说，只跟这个公式有关，所有的偏微分都可以用这个公式取出来。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DL、DRGB 跟 DG opacity 都只需要这个公式。但当你看其他的，比如说我想要这个 DLDG point 会是怎样呢？如果我想要求这个 loss 对于这个高斯的点，这个高斯的中心点，我想要求它的偏微分。那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求？我们看一下公式哦。我们先把这个偏微分的公式把它补完。我们刚刚说我们有的是对于颜色的微分嘛。那我们如果套用这个偏微分的话，你就会想说，那我不是只要补这个 DC、DGP 就好了吗？稍等一下，我再喝一口水。这边才是这个整个 backward 的精髓所在。我感觉我把这个讲完就下播好了，明天还要工作。这个讲完大家也可以，我觉得这就是你懂了这个，你看code就很快。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算哦。好，我们刚说偏微分，我只需要补这一项嘛。那这一项我要求的是颜色对于位置的偏微分。那我们说，看一下公式啊，你会发现，这个位置怎么没有在公式里面啊？那是不是代表这一项就是0啊？当然是不对的。你要想说，这个 position 跟其中哪些有关系？一个高斯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哦，跟它的颜色有关吗？不对，没有关系。高斯的位置跟颜色是没有任何相关的。OK，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lpha， 那我们想说，高斯的位置跟它对于这个像素的那个透明度有关吗？你初一想，好像没有关系。但是当你再仔细
看过公式之后，你会发现有关。为什么有关？因为高斯的位置，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计算这个 opacity 的时候，我们是计算这一个点在这个分布当中它的几率。所以呢，这个几率是跟这个位置有关的。因为比如说你的位置在这里的话，几率可能是比如说 0.01。那你如果位置如果是在这里的话，这个高斯如果是在这里的话，那位置岂不是变成比如说0.0001了吗？对，所以因为这个几率会跟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它是跟位置有关的。所以也就代表说，这个 alpha 其实它也是一个跟这个位置有关的函数。对，这个东西其实也是跟位置有关的函数。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再继续的把这个项往下分解。那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就把它去掉，我们把它换成什么呢？算了，我不要这样写，我在下面继续写。OK， 我们说这一项我们就保留，因为这是我们的已知项。但是第二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直接算的话，在这个公式里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就把它替换掉。我们把它替换成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说这个 GP， 不对，我们刚刚说这个 alpha 是跟 G 是跟位置有关的，所以我们就换一个角度，我们把这一项呢，也把它做偏微分的这个分解，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是 alpha dCd alpha 乘以 d alpha dGp， OK 吗？这边就是比较复杂，大家要注意听一下。OK， 这个东西因为在刚才的公式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一样用这个偏微分的分解法，我们把它偏微分分解法，我发明的词，好，就把它分解成两项。那这一项是我们有的，那这一项的话，刚才我们已经算过啦，不就是这个东西吗？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由这个公式很简单的得到。OK， 好。那接下来所以我们现在有前面这两项了，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这一项有没有办法得到。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alpha 是怎么得到的。我们说 alpha 是这个高线的这个 opacity， 刚好这个就在上面，非常巧，就是我们刚刚算到的这个公式，它是 GOP， 就是这个高线它的 opacity 乘以这一项。那刚好我们的这个 position 就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还是把这一项分开好了，就是把它真正乘出来。那真正乘出来呢，它会是变成是1的-1/2次方乘以这个我是直接写公式好了啦。它是一个，比如说。C0 乘以 dx， 那 dx 是这个像素的这个 x 方向的距离 ，dx 是这个东西。这个在它的这个程式里面也是用一模一样的这个 notation。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加2倍的 c1 dx dy。那这边的 C0 啊 C1 都是在第一步的那个 preprocess CUDA 那个函数里面，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 preprocess CUDA 里面你会得到的数字，所以都是已知的。好，那最后一项是 C2 乘以 dy 的平方。OK， 好，所以你有 alpha 等于这个东西乘上这个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然后呢，在它的程式里面，它是把上面这一项叫做 power， 所以我们也沿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这个记法，我们把上面这个东西叫做 power。power 就是这个-1/2的这个东西。好，所以 alpha 等于 GOP 乘上这一个。好，那我们又可以再往下分解了。那这个东西会等于是什么呢？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说这个高斯的这个 opacity 跟它的这个位置没有关嘛，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项分解为就是 opacity 乘上 d alpha 除以这个 d 的这个 exponential power。不对，我 alpha 换成这个了，不对，你们写的不太对。alpha 等于这个，所以应该是刚刚写错了，是这个 d exponential power 除以 d position。OK， 那反正就是你经过一步一步的把它用这个偏微分的公式一步一步的替换，然后你这个东西你再把它计算，那就是会等于是这个东西是1的某个次方对于某个的微分，那会是就是 power 是1的 power 乘上 d power 除以 d position。OK 吗？这边也是那个微积分的那个定理的应用啦，就是1的某个次方微分之后还是会1的某个次方，然后是上面这个对于下面的微分。OK， 那接下来这个 power 对于 GP 的微分，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 dx 跟 dy 都是跟 position 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 position 这个东西是这个 position 投影在2D 的这个位置，所以它是跟这个 position 有关的。那你就可以用公式去把这个 x 求出来 ，xy 求出来。那这边写下去就太复杂了，我就不写了。那实际上的话，就是一大串的公式，一步一步的把它推导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说它是跟这里面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对，那同样的技巧你可以套用在这个对于其他 rotation 啊 scale 的方法，都是用同样的技巧，就是你要求的东西你把它写在左边，然后你有的东西你写在右边，然后你用偏微分的这个链锁律的技巧，一步一步把相关的那个项找出来，然后一步一步把这个偏微分就是展开。比如说像这个 position， 如果一步都还没有办法得到最后结果的话，你就慢慢再一步一步的展开。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就把它分解成这两个相乘，那这两个相乘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可以算得出来。那算出来也很简单，然后就一步一步慢慢往下导这样子。虽然过程会花蛮多时间的，因为真的实际要在那个书上写，我都是在笔记本上把那个微分的公式一个一个写出来的。那这一部分真的会花比较多时间，但写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哇，自己怎么成就感很充足这样子。对，这边就是也没什么特别的技巧，就是微分。大家要如果不懂的时候，可以去问一下 ChatGPT， 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函数啊，对于一个变数，它的微分的那个公式是什么？你可以问他，这样子。我也是参考了一些网站，就直接问他说这个函数对于这个的微分是什么，这样子就很快也很正确。Hello S， 好，你好，午安午安。看好高线未来的发展潜力吗？现在看起来是还蛮不错的啊。
就是至少在第一眼目前的状态看起来，它是就是很快。首先，这个是我觉得相比 Nerf 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 Nerf 实在是太慢了，你只能在很好的 GPU 上快速运行。但当你在比如说手机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落后的电脑上面就很慢。那比起那个 Mesh 来说，完全是无法具有它的竞争力。那在这个Gaussian Splitting， 我先念一下 Super Chat， 谢谢 HC， 你好，没机会见到面，有空看一下信箱。好的，那我下次如果我再来的话，我也会再开一个直播，你可以再联络一下，谢谢你今天的抖内。好，等一下我会看一下信箱。好，再回到刚刚飞摊的问题，是说会不会取代？首先我刚刚说到那个就是运行速度很快，那目前这一点的话，就是已经比 Nerf 好太多了。它现在就是比如说刚才的那个网站，应该是30 FPS 没问题，在我的这个笔记型电脑上。那这个虽然可能还是比 Mesh 慢一点啦，但是我觉得可能在人眼已经看不出来那个差距。那之后可能越来越快，那你又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说不定真的能取代 Mesh， 然后成为新一代比如说游戏啊或者什么建模之类的一个标准的 pipeline 之类的，也是有可能的。那第二点就是它目前的重建效果，在这个细致度方面也是比 Nerf 好太多了。这一点感觉是就是手法上面的，这是真正的差距。因为我们知道 Nerf 就是目前最好的 Instant NGP， 就是它还是采用一个 Grid Encoding。那这个 Grid Encoding 就是说首先它的这个 capacity， 它的容量是有限的，就我们说它最多就是比如说预设就是2的19次方的那个 hash grid， 所以你再多的细节你也没有办法全部都重现，你只能重现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空间中的这个contraction， 就是我们为了重建无限大的场景，我们需要把这个场景呢进行一个压缩。那在这个压缩又会把一些细节的部分把它没有办法很好的重现出来。那在这个Gaussian Splitting 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因为用的是 Point Cloud，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Point Cloud， 虽然它是高线，但是因为它是很多个独立的点，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你把这个点的数量加到无穷大的话，你就可以完全的重现这个整个场景。那重现成无穷大，在这个实作方面，我觉得目前也是完全有办法可以办得到的。虽然可能速度会比较慢，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办得到的。就是你只是点的数量变多而已，然后可能还再多加一些 calling 的技巧，就是把那些可能比较没用的高线不要把它渲染出来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看到这个方法之后，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一件事情。对，那因为你数量多了，你的那个细节就会变得更好，所以在这个细节的部分，我觉得是比 Nerf 的那个进步的空间又更大蛮多的。对，然后再来是它没有那个 contraction， 但这只是一个手法设计上的一个差异，所以不知道目前是好是坏啦。因为我自己是感觉，在这个Gaussian Splitting 里面，它远处的重建看起来是没有 Nerf 那么好。对，我目前的感觉是这样子。但正因为是它没有这个 contraction， 所以是它可以就是不用为这个解析度所苦。就是你即使场景再大，你的那个重建效果也不会根据你的场景大小有所改变。就是你如果是你眼前的物体的话，目前看来就是内存占的比较大。你说训练的时候吗？对，目前的话，
我自己是没有用过他们的程式啦，但就是看那个推特上面一些，反正就是可以说是怎么说，就是摄影师那些他们不懂程式，他们就只是用它，他们就会抱怨说：“哦，我的电脑都跑不动，我的电脑内存只有可能10几 GB， 那跑到一半，它的那个内存就爆了，训练就强制终止。”对，那目前看到是说，好像最少要24 GB 才有办法训练，就是你至少要有一个4090。谁有4090？就是那些专门以这个为生的那些摄影师，他才有，要不然一般人不会有那么好的 GPU。但占10几 G 显存哦。我没用过，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是不需要那么多，如果写得好的话。对啊，在觉得会不会取代之前，我是蛮期待啦，已经蛮期待，就是有更多研究者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我也不希望看到说，就是所有在 Nerf 上面做过的工作在这里重做一次。就你会看到什么高线 Splatting in the Wild， 什么高线 Splatting Studio， 这个倒是不需要啦，我觉得。像之前看到，就是在高线出来不久之后，又有人做那个 Dynamic 高线，我就觉得很好啊，是完美的利用这个点云的特性，因为点云就可以自由的移动，不像如果是 Nerf 的话，你要移动那个 field， 你要把一整个场全部移动，那是非常几乎是不可能啦。如果只是平移可以。那因为整个网络、整个空间是用神经网络去重现，那你要对于内部的东西做更改，你其实是需要重新训练整个神经网络在每一个点的值。那我这个东西就是比较复杂。那如果是 point 的话，就简单蛮多，你只要移动它们就好。我就觉得那个研究算是看起来非常好的这样。对啊，就希望会出更除了把这个高线 splatting 的技术更推进一步之外，希望不要是就是炒冷饭那一种。等到我们在 Luma 做的话，就不管是什么啦，我们做的都是偏engineering 一点。应该说是完全 engineering， 因为我们在目前为止也没有 publish 过 paper， 都是在做我们就是内部程式的优化，或是去对应一些顾客有的特别的需求，或者是修复我们的 bug 之类的，就没有什么在做研究，所以我们都是希望就是学术界有什么新的研究，然后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再看看要不要加到我们的这个程式里面，就靠各位了。把点的数量降下来，就不会多这么多内存。对啊，很多方法啦。最简单的就是降点的数量，这个是肯定的。对，降点的数量，然后对，降点的数量除了可以降低内存之外，应该因为有排序嘛，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要计算每个高斯的前后顺序，这个也是目前应该是最慢的一个部分吧。我看很多人都回复，比如说这个 Unity 高线 Splatting， 他这边有说他在这个重现的时候，他有帮忙计算一下时间。对啊，
rendering 之外，最慢的就是这个 sorting 的地方。然后其他的硬体的话，甚至这个 sorting 还比 rendering 更慢。就是排序的部分还是花了蛮多时间在做的，不像那个 mesh 你就直接渲染就好。这个地方最慢的应该还是排序。那如果你的数量减少，你排序的速度应该会更快。阿布里达 ，Hello， 你好，最近好吗 ？Good night，Good night。你们那边不是才中午吗？你在跟我说 Good night 吗？我昨天看漫画看到1点多，在这里就没有什么事好做，因为其实，在晚上的话对啊，在欧美的话，晚上你几乎外面没有任何东西。如果你不住在市中心的话，你就是外面就是一片黑，然后没有任何商场嘛。我这边还好，竟然还有那个 7-Eleven， 然后里面还有思乐冰，笑死。超久没看到，10几年没看到思乐冰。我们这边还有 7-Eleven， 但那也是附近唯一还有亮灯的地方了，我觉得。对啊，然后晚上其实也不太敢出去，因为就是很黑。对，所以我就在家里啊，要么就是看 YouTube 上面随便的影片，要么就是睡觉前在床上看手机，看那个漫画。然后昨天刚好就刷到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但看到后来就觉得好像中间开始慢慢变烂了，那我就不想看了，就睡觉。你说看光栅画，你说什么是光栅画？什么意思？不需要执行一下吗？我通常都是会把它自己重写，我会自己重写，然后执行来看。如果不执行的话，我觉得看的话，光看的话应该是不太容易。对啦，可能还是要实际执行过才会比较好懂。但我觉得，如果只是执行的话，也没有太有趣。可能还是要自己。我的习惯通常就是，除非是那种写的无懈可击的程式嘛，但我目前还没有看过。Rasterization， 但我通常看到一个程式码，都会想要，从头看到尾的同时呢，把其中我觉得不好的部分，写的不好的部分，把它自己重写。然后在这个重写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学到说，这个东西是在干嘛的，这样子。对，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来说的话，也不光只是读而已，我还会有重写的一个步骤，这样子。对，也是写中你会发现有哪些部分它是用了很好的技巧，然后它那个偏微分的那个公式是怎么导出来的之类的。然后家峰你好，现在工作不会发 paper 我其实还好啦，我自己是没有特别想要发，但如果公司想要发的话，我觉得我也是蛮支持的。但公司目前的方针应该是没有特别要发。我是感觉大家都很厉害，应该发 paper 这一件事本身不是一件难题，但是就是我们目前的那个公司的方针不是在那个方向，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产品化为主。但这也是我比较擅长的部分啦，就是我从以前开始也是论文也发的不多，可能在这公司也不是为了那而存在的，但我也比较喜欢就是自己写程式。讲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我会感觉自己在这方面可能还是有一些不足，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比如说你要跑一个东西，
要跑一个比较好了，比如说你现在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然后你要比较它跟之前的方法哪一个比较好，那你是不是就要跑很多那种大规模的那种 evaluation？ 对，但我在这方面我就比较不擅长，就是我的同事他们就比较擅长这个部分，就是他可以就是知道怎么有效率的去跑吧。我可以这么说，怎么样有效率的去跑你一个实验，然后比较跟之前的，然后把那个比较出来的结果，然后整理成一个大家一看就懂的图表。那我可能比较不会，因为我的形式的风格可能就是我想要先把一个东西搞好，比如说一个 evaluation， 它可能有好几十个场景，那我可能就会先挑其中一个。比如说可能比较难的，我就挑一个，然后会尝试很多东西，尝试很多可能可以让它更好的方法，然后直到我觉得这个方法好像 OK， 好像真的有比之前好，不是什么 random 随机比较好，是真的每一次都比较好。直到我觉得有这样的结果之后，我才会把这个方法去跑整个 evaluation。但是我们同事他们就比较厉害的点是在于，他们可以比较快的找到一个可能不是最好的解，但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解之后，就把它去跑整个所有，比如说十几20个 scene 的 evaluation， 然后把它整理成一张图表。那有了那张图表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可能这个方向是比较有用的，那我们就再朝向这个方向去更加的钻研。但我就不是，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真的很有用的地方之后，我才会去跑整个 evaluation。那这样可能那个我也不知道，就是发掘正确方向的时间就会可能比较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是觉得听起来好像蛮复杂的，但我实际上感觉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就是做实验的速度就比我快很多。然后先 splitting PL 嘛，应该不行。我现在可能就是主要以公司来为主啦。就是我加入 Luma 之后，我几乎都没有碰过开源的东西了，除了那个教学之外。对，当然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就是跟工作有蛮多的重叠。就是如果我真的要开源的话，那我可能写出来的东西跟我在公司写的程式是一模一样的，那当然是不行的，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因为我之前开源的时候，那些程式都跟我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关联，所以我可以开源它们，而且也是在闲暇的时候写的，所以比较没有问题。但现在的话，就是重叠性太高，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也是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再出跟 Nerf 有关的开源。OK， 12点了。论文教学就很感谢，对啊，我现在可能就只能转型成论文教学。论文教学的话，应该还是可以啦，因为就是我也不是偷偷在做这个直播的，我的老板都知道我在直播，他还说我要来看，但我用中文，他应该是听不懂。对，他们是知道的，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做这个直播。对，但如果是写程式，应该就不太行。自己研究都看不懂感谢来参加直播。
对于 PhD 有硬性要求吗？我们是没有啊，对啊，就是我们就是着重在 engineering 方面，就是你只要程式写得好，然后已经在一些公开的开源的地方或推特啊，证明说你有那种除了写程式写得很好之外，你对于 Nerf 也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数学不错的话，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公司你的评价就会很高。Cornu 晚安晚安，拜拜。不对啊，为什么大家都在说晚安？不是还是有很多人也是在美国的，我不知道，在美国的也晚安了，12点了，对，美国这边已经是最慢接近午夜的地方。在美东的话，对啊，美东半夜3点了，辛苦了。OK， 好吧，那今天大概到这里啦，感谢大家来参加直播。那之后回去的话，看看有没有时间再开一个直播吧。然后如果有再来美国的话，再跟大家联络一下。聊天室会保留吗？聊天室的话，目前是没有显示在荧幕当中，但是直播回放的时候，它还是会显示的。它会显示在荧幕的右边，所以还是可以看到的，没问题。Wonder is there any valuation on the generated point cloud? yeah， 我觉得现在没有，现在应该是没有没有 evaluation 的。good night，good night，William， 你好 ，good night。中秋节快乐！现在应该是没有 evaluation 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 point cloud， 它是一个点，然后它是有一定的大小，它是包含那一块区域的。所以如果你硬要 evaluate 的话，我觉得结果也不是那么好。我记得现在的这个高线 splitting， 如果你训练它的话，它是会不是这个，它是会输出一个那个的，它是会输出一个 PLY 档案的。所以你可以拿那个 PLY 档案，你直接用 MeshLab 打开，你是可以看到它的点云的。我也有看过啦，但我觉得如果就点云的那个精确度来说，并不是太高，因为会有不是很多那种浮在空中的点云，那种就应该会把 score 拉得蛮低的。Hello， 陈家峰晚安晚安，感谢。Thanks for the stream. Yeah, thank you for coming. 晚安，中秋快乐！耶，大家中秋节快乐！好，我完成在美国直播的这个成就。OK， 好啦，那今天就讲解到这。那直播的话，反正就都会留着。那1个小时之后就会出现在那个影片栏当中。那如果没有跟到的话，也欢迎看重播。然后，如果想对于酷达有更深的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那个影片，对，教学影片。好，那今天就到这啦，大家晚安，拜拜 ，CV Bird， 拜拜，晚安。好，关掉喽。拜拜。